楚风，你也别担心，他们两个肯定能开启成功。而目前来看，既然前5颗星辰都有人感受到了召唤，那么后面2颗也多半有人感受到了召唤，肯定是不愁没人可以开启的。只是奇怪的是，你竟然没有感受到召唤吗？淡淡问道。我确实没有感受到，不过倒是借我家女王吉言了。楚风确实有自信，自己可以开启1颗星辰，但另外1颗，目前的他们这边的人中，确实没有合适人选。不过楚风也没有过度担心，他也觉得淡淡说的很有道理。另外2颗星辰，多半已经有太古坟种，自己挑选好的传承者了。于是，楚风盘坐在地，开始他的修炼。此地传承不是他开启的，楚风如今也看不出太多东西，能否成功，全看星王与宋允自己的本事了。至于其他人，也都各自修炼，尤其是宇文言日、王强、白云清、小鱼儿以及仙海少羽等人，他们都各自得到了传承，可还未彻底融合，所以只要有时间，他们便继续融合。只是随着时间流逝，所有人猛然睁开双眼，同时御空而起，望向了那第2座墓碑。因为此刻大地开始剧烈颤动，无数裂痕蔓延开来，继续下去，整个世界的大地都要崩塌。而一切的起因，正是那刻写着九童魔焰之墓的墓碑。那墓碑正在颤动，颤动的很是轻微，甚至凡人根本看不到这种颤动的幅度，但就是如此轻微的颤动，却正在使得整片大地都要崩塌。莫非这墓碑其实是一座封印阵法吗？见状，楚风也是眉头紧锁，赶忙看向神会。神会布置封印阵法，而神会毕竟是天龙界灵师，楚风所洞察到的，他其实也已洞察到，所以在楚风开口的同时，灵神一族便已是开始布阵。刹那间，遮天蔽日的阵法便覆盖了墓碑，一重又一重，不断缠绕。可那墓碑不仅颤动更强，甚至还有裂痕浮现。轰！猛然间，一股强大的气息自那墓碑之中喷涌而出，那力量简直无可匹敌，瞬息之间便将灵神一族布置封印大阵冲毁。整片世界都被诡异的紫色所笼罩，仿佛从阳间落入到了阴间。是那力量，那力量几乎一瞬间便覆盖整座坟墓世界，才形成了这样的景象。糟了！此刻就连向来沉稳的楚风眉头也是皱得更深，因为眼下所有人都是动弹不得，全都被束缚住了。但不只是楚风等人被限制了自由这么简单，淡淡察觉不妙，第一时间便想开启界灵大门，想出去保护楚风，可却发现无法开启。楚风怎么无法开启界灵大门？淡淡不解之际，还以为是楚风搞的鬼。这是一种手段，除非实力强于对方，否则连施展手段的空间都没有，就连界灵大门也无法开启。楚风说道：怎么会突然这样？莫非那墓碑里面还有活着的东西？淡淡愈发不安，若是无法出去，他就算有通天手段也无法施展。现在看来，确实有可怕的东西被封印于那墓碑之中。楚风虽动弹不得，可目光却能移动。眼下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座墓碑，墓碑的裂痕之中也有暗紫色的气焰释放，那气焰比笼罩天地的紫色更暗更浓，但二者气息却是相同。显然束缚众人的力量正与那暗紫色的气焰有关。墓碑上的裂痕越来越大，所有人都知道可怕的东西就将现世，可对此他们却无能为力，甚至连逃脱的机会都是没有。嗷呜！轰隆隆！突然，刺耳的咆哮与墓碑碎裂的声音同时响彻，那巨大的墓碑四分五裂，滚滚烟尘冲天起。隐隐间，一只高达10000米的庞然大物就站在那烟尘之中。伴随烟尘散去，人们看得更加清楚，那是一只没有实体的气焰猛兽。虽是气焰形态，但整体轮廓则与雄狮很像，有健硕的四肢以及一条尾巴。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它的眼睛，它只有一只眼睛，非常巨大，占据了半个脑袋，而巨大的眼睛之中有着9个瞳孔，诡异、恶心、恐怖。这位很可能就是那墓碑上所记载的九童魔焰。眼下九童魔焰那一只可怕的眼睛正在扫视着楚风等人。此刻楚风等人连话语都无法发出，自然而然，楚风让灵神一族提前布置的传送阵法也无法施展。所有人皆是待宰的羔羊，
最终，那九瞳魔焰的目光锁定在了在场的5个人身上，是白云清、王强、宇文炎日、小鱼儿以及仙海少羽。刷刷刷刷刷！也就在此刻，5道气焰如5道针线一般自那九瞳魔焰的身上射出，同时穿过了白云清、王强、宇文炎日、仙海少羽以及小鱼儿的身体。那气焰非同一般，蕴含难以想象的力量，它带来的伤害绝不只是穿透肉身那么简单。因为小鱼儿等5人正同时发出了痛苦的哀嚎，能让他们如此，可见那是何等痛苦。该死！见此情形，楚风眉头紧锁，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决意。可就在此刻，一道声音却自天际传来：旧时代抛弃的妖物，还敢出来作恶！声音响彻的同时，所有人发现那被束缚的身体恢复了自由。于是所有人抬头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也包括那九瞳魔焰。九瞳魔焰察觉到了什么，竟断掉了正折磨小鱼儿等5人的气焰，迈开巨大的爪子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奔腾而去。轰！而也就在这一刻，天地震荡，那覆盖世界的紫色力量被分割成了2半。只见一把斧头以旋转之势从天而降，径直的向那九瞳魔焰劈砍而去。那斧头不是很大，就只是正常尺寸，但却蕴含极其强大的气息。那感觉，这把斧头可以轻易的毁灭这座坟墓世界。九瞳魔焰猛然止步，发出刺耳的咆哮，其身形竟快速变大，转眼间已从10000米高度化作数万米。紧接着，无数道紫色气焰以万箭齐发的攻势向那把斧头攻去。不是攻势，那紫色气焰在飞掠出一段距离后，竟相互交织，形成了一道防御巨网。就连他也意识到那斧头不简单，施展的乃是防御手段。可忽然，那把斧头消失不见，下一刻，一道寒光将虚空刺穿。人们反应过来之际，那九瞳魔焰从上至下已被砍成了2半。正是那把斧头，斧头在劈开九瞳魔焰后，依旧旋转而下，速度丝毫不减。这让所有人紧张起来，这斧头若是落在地上，恐怕这整个世界都会被一分为2。而就在那把斧头即将落地之时，一只手忽然出现，将其握在了手中。那是一名中年男子，看起来十分不起眼，而在他的身旁还站着一名黄发蓝金尖耳的年轻女子。喵喵！宋前辈看到这2位，楚风目露狂喜，这来者正是仙喵喵与他的师尊宋长生。宋长生，楚风是有些了解的，此人实力极强，是修武界真正的隐士高手，而从他轻松解决了九瞳魔焰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有这位在场，可谓是安全感爆棚。但楚风并未立刻过去打招呼，而是赶忙来到了小鱼儿等人近前，来查探他们的情况。他们此时的情况并不太好，但好在没有危及生命，花费一些时间倒是能够恢复。而此刻，白云清已是取出丹药，分给了几人，并且开始布阵疗伤。楚风发现白云清的阵法和丹药都很强，楚风倒也不用出手了。是他，果然他们相识。此刻黄甫战天看着宋长生，心中已是掀起惊涛骇浪，毕竟他早在9天之巅之时就见过宋长生，不只是见过，准确来说是拜过。他知道宋长生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也正因为宋长生的警告，他才知道楚风不能动。楚风冲着仙喵喵一笑，仙喵喵同样笑容灿烂，2人无需言语，便已是完成了亲切的招呼。所以楚风靠近后，便直接对着宋长生施以一礼，拜见前辈。毕竟这位不仅仅是仙喵喵的师尊，这位与自己的师尊也是朋友，关系上没得说。楚风小友，终于又见面了。宋长生也是对楚风笑了笑道。见到宋长生，楚风其实是很高兴的，因为他有一件事还想询问宋长生，那就是关于暗黑妖神的魂魄。毕竟楚风知道那个小女孩就是暗黑妖神的魂魄，她是被宋长生带走了。而就在此时，那座御魔天尊的墓碑散发出奇异的力量，紧接着整个世界都发生变化，看来是成功了。对于这种变化，楚风并不意外，7颗星辰传承被获取之后的变化。果然很快，那座墓碑的大门之中，星王和宋允同时走出，并且他们的额头上也都有着符咒印记。只是出来后，他们同时看向了另外一座已经碎裂的墓碑。宋允倒是没什么，
直接走向楚风。大哥哥，看来你们没事，是这位前辈解决了那妖物。宋云转而看向宋长生，你知道那妖物解封了？楚风问。可还不待宋允回答，新王便上前道：怪物，那妖物就是九瞳魔焰，是玉魔天尊炼化出来的太古妖物。此地传承分为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便是获得玉魔天尊传承，若第一个阶段成功，也可尝试开启第2个阶段，那便是掌控九瞳魔焰。是我贪心，没有听从这位姑娘劝阻，执意开启第2阶段传承，但我失败了，导致那九瞳魔焰解封，却不受控制。好在你们都没事。新王十分愧疚地说道。而楚风等人也是明白，为何好端端的那九瞳魔焰会破风而出。臭小子，你险些害死我们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放出了怎样的怪物吗？你看看这几个，就是那九瞳魔焰出的手。若不是这位大人及时出手，我们也是难逃毒手，不知道要死得多么凄惨。皇甫战天倒也不惯着新王，指着脸色惨白的白云清等人说道：抱歉。新王竟罕见的也对皇甫战天低下头，显然他也清楚自己险些酿成大祸。罢了，反正无碍。仙海少羽说道。他调整的好了许多，于是与小鱼儿一同起身走向了宋长生。宇文炎日和白云清心领神会，也是跟随起身。几人来到近前，同时施以一礼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，举手之劳。宋长生淡淡的笑道，原本他是不打算露面的，因为他隐藏在暗中，也完全可以解决，但他这一次就是很想露面。我去。喵喵，这是你师尊啊，你师尊这妖牛。就在此刻，王强也走了过来，感叹一番后，也是对着宋长生恭敬的施以一礼。晚辈王强拜见前辈。宋长生笑着点了点头。楚风，你们怎么都聚到了一起啊？仙喵喵问道。我们聚到一起算是巧合。随后楚风将七星连珠的事情告诉了宋长生与仙喵喵。这样说来，你们其实都是被选中的，这太古坟冢果然有些说法。宋长生叹道。前辈，你与喵喵怎么会来到这里？莫非也是被召唤而来？楚风问道。他觉得事情没那么巧合，也许仙喵喵也是被召唤而来，倒是没感受到什么召唤。不过我感受到这里有很大的凶险，若不处理，可能所有人都会死。宋长生道。我去。前辈是感受到了那999九眼黑狮子？王强问。不，遇到此物解封倒是巧合，因为我能感觉到那凶险依旧存在。宋长生道。依旧存在。闻言，所有人都是紧张的打量起来，毕竟听宋长生的意思，其口中的凶险比九瞳魔焰更加可怕，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楚风也是使用天眼，可哪怕天眼也没有发现什么，于是楚风动用了三界神眸。而这一看，楚风也是脸色大变，他惊愕的发现，在不远处，也就是那墓碑后方，有一团诡异的气焰盘旋，只有三界神眸能够看见。是那里。楚风刚刚开口，磅礴的诡异气焰如火山喷发一般，自大地喷涌而出。紧接着，自气焰喷发之处，一座大门拔地而起，那大门最后的高度，竟比那道传承墓碑还要高上几倍。看到此门，所有人都无法淡定了。此门通体漆黑，看起来也像是墓碑，可它散发的感觉却是压迫性十足。那里面蕴藏比九瞳魔焰更可怕的气息，是真正的毁灭性的力量。